表面上看，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痴迷于测量的世界，从小到大，你的考试成绩、绩效评估，甚至平时聊天时的反应速度，都在悄悄把你分类。聪明的、普通人的、迟钝的。关于低智商，你正在犯的最致命的认知错误，就是把它等同于大脑的报废或者低级的灵魂。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陷阱。今天，我想把一套卡住人类100多年的评价系统拆给你看。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智商光谱的最底端，去观察那些智商低于70甚至低于50的极低智商者时，你以为你会看到一个坏掉的大脑，但神经心理学证明，你看到的其实是被智商测试刻意隐藏的人类认知的另一面。老实说，我自己也曾深陷这种对高智商的盲目崇拜中，觉得抽象算力不够就是低级。但当我看完最新的神经行为学报告后，我发现我们被骗了。我们先从一个最大的错觉开始，智商测试到底在测什么？大多数人以为智商测试是一把衡量人类整体价值的尺子，但事实上，标准智商测试从诞生起，仅仅是为了预测一件事：你的学业表现。如果你打开这套测试的黑盒，去看看它的运转机制，你会发现它测量的核心区域叫前额叶皮层，这是大脑里负责抽象推理、未来规划和复杂决策的模块。在极低智商的人群中，这个区域的神经连接确实减少了，神经处理速度也明显变慢。那些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动作，比如理解因果关系、预测后果、读懂潜规则，对他们来说需要极高的认知成本，甚至完全没有发育。这似乎证明了他们能力低下。大多数人明白这一点后就停止了，但这还不是最不可思议的部分。事实上，这只是一场前额叶算力测试的败北。真正决定你之所以为人的核心体验，根本就不在前额叶里。忠诚、恐惧、喜悦和情感联系等最宝贵的人类体验，存在于大脑更深层的区域，那是智商测试永远无法触及的禁区。这就引出了我们要拆解的第二个反常识机制：情感与理智的硬件隔离。听到这里，你脑子里可能在抗拒，既然他们连复杂的因果关系都搞不懂，那他们的感情世界一定很迟钝吧？事实恰恰相反，行为心理学的研究一致表明，极低智商的人在情感上远比大众通常认为的要敏锐得多。为什么？因为人类的情感大脑，也就是边缘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抽象推理运作的。把这个复杂的机制翻成现实的场景，就是他们可能听不懂你话里的从句嵌套和逻辑推演，但他们对你的语气、你释放出的情感温暖，有着极其深刻的反应。正因为剥离了前额叶那些复杂的算计、防御和猜忌，他们在社会依恋上展现出了极其强烈的忠诚和真挚的感情。至少在我的经验里，很多所谓的高智商人群，因为过度依赖前额叶的抽象算计，在建立真实情感连接时，反而显得极其笨拙且充满防备。而极低智商者的情感系统却始终在全功率运转。你以为这就解释了全部，然而事实证明，真正的秘密其实藏在下一层。既然他们情感健全，为什么我们在现实中依然觉得他们的大脑格格不入啊？这就是我们需要解除的第三个认知锁定：拒绝大脑故障论。面对极低智商者，大众习惯性的归因是，这是个有缺陷的个体，是一个出故障的器官。但心理学指出了一条更深的结构性真相：他们的大脑没有坏，只是组织方式完全不同。极低智商并不意味着个体完全缺乏智力，它其实代表着一种根本上不同的体验式认知架构。现代社会默认运行的是抽象系统，我们通过概念、图表、符号来理解世界，但他们的世界完全建立在直接具体的经验之上，是即时的感觉、情感的连接和熟悉的模式。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早就挑战过单一智力的幻觉，他提出智力有很多种：语言、空间、人际、身体动觉等等。但我们的教育系统粗暴地把适应抽象环境的能力强行定义为了唯一标准。你以为他们的大脑卡死了，其实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安装你这套抽象思维的解析插件，他们是在用一套完全不同的操作系统处理着现实世界的数据。现在我知道你可能会想，如果没有抽象思维，他们在这个复杂的现实世界里到底怎么生存？难道只能被动挨打吗？别急，这正是核心误区所在。认知心理学家发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悖论：极低智商的人并非什么都学不会，相反，许多人在程序性记忆上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能力。什么是程序性记忆？它不是让你在脑子里推演物理公式，而是把动作习惯和常规直接刻进肌肉的回路里。
虽然很难通过抽象概念去学习，但只要通过不断的重复建立极其稳定的常规，他们能极为有效地掌握复杂的生活技能。他们的世界虽然缺乏抽象思维，但在面对具体的经验和模式时，却能保持极高的一致性和秩序感。这种通过重复建立的秩序，往往比普通人脑海中瞬息万变的抽象焦虑要坚固得多。今天我们拆解了极低智商背后的4层反直觉机制。我们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为了美化智力障碍的现实困境，而是为了照镜子。当我们明白大脑并没有坏，只是组织方式不同；当我们看到最能代表人类的爱与连结，不需要极高的智商也能热烈运转时，我们就该停止用单一的前额叶算力去衡量所有人的存在价值。大脑总在以它独有的架构去适应环境，去建立连接，去创造意义。你可以不同意，但你肯定见过这种场景：在深夜崩溃或者面临巨大创伤最需要共情和安慰的时刻，那些复杂的逻辑分析往往是最无力、最伤人的，而一个纯粹的不加算计的拥抱才是唯一的解药。那正是智商测试永远测不出来的部分。下次当你因为自己不够聪明，学得不够快而陷入深深的自我羞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时，请记住，那只是你在一场名为抽象推理的局部游戏中暂时落后了而已。智力只是人类庞大系统中的一个维度，而你之所以为你，远比那张测试卷上的数字要深远得多。我是 Skyler， 我们下期见。